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22号发布的2023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显示，过去1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维系着高强度的抵近侦察，穿越台湾海峡，前沿存在战略巡航、演习演训和战场建设等行动。报告还特别指出，以 MQ-4C 海神无人机为代表的美军无人平台，已经开始被大规模用于对华抵近侦察，极大推高了中美发生海空摩擦冲突的风险。航母、两栖攻击舰、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等战略平台是美军威慑的重要工具。报告称，在2023年，美军战略平台在包括南海以及周边海域的活动继续加强。航母打击群和两栖戒备群大型编队8次进入南海，其中尼米兹号、里根号和卡尔文森号3个航母打击群累计6次进出南海，呈现出活动时长攀升、多从巴士海峡进出、活动区域敏感、演训规模扩大、演习科目增加的特点。报告还显示，据开源信息统计，2023年美海军至少11艘攻击型核潜艇和2艘战略导弹核潜艇前往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地区执行战略巡航任务。美空军全年则累计出动16批次30架次 B-52H 或 B-1B 轰炸机前往西太平洋地区巡航，与2022年的20架次相比有大幅提升。轰炸机的部署和作战演练逐渐成为美国加强与印太国家军事合作的重要纽带。美军在该地区活动的轰炸机主要部署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但2023年罕见地在多个盟友伙伴国机场起降。比如去年6月，美军2架 B-52轰炸机首次降落在印度尼西亚。此外，2023年美国在南海及周边演习演训，强化作战准备。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美军全年在东至菲律宾海、南至澳大利亚的南海及周边地区累计开展大型演习演训107次，数量与规模较2022年有所增加。其中单边演习9次，双多边演习98次。演习兵力涉及美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陆军以及海岸警卫队等各个军种。从演习地点来看，多个大型演习由传统演习区域转移或扩散至西太平洋重要地区，表明美国正在有意识地加强其部队在西太平洋，特别是第一岛链附近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演练，其战略针对性不言而喻。对于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负责人胡波在发布报告时表示，美军最根本的目的是维护对美国有利的力量平衡，设置中国可能的军事行动。同时，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其也需要向国际社会秀肌肉，向东盟国家展示美国的强势，通过军事行动达成外交目的。美国人试图在中国周边去建立起这种更有破坏性的作战体系。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对于美国人来讲，我觉得现在并不是中国威胁了，而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太方向上爱好和平的国家来讲，美国在这个区域对战略资产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军事力量的投送跟使用，其实在事实上真正的威胁这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报告还指出，2023年美军持续派出侦察机和侦察测量船在南海地区开展高强度侦察活动，其中海洋监视船、海洋测量船等侦察船在南海地区的常态化作业更加具有针对性，并在关键水道保持高强度侦察，累计达314件日。当中无暇号监视船最为活跃，活动长达82天。从作业范围来看，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巴士海峡间的三角区域以及南海的东西航道是关注重点。在空中，美军陆基大型侦察机在南海的出动频率约为1000架次，与2022年大体持平。时事评论员白梦辰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美舰机对华高频率抵近侦察一直是影响中美两军关系的3大障碍之一，不仅长期未得到美方的纠正解决，反而在近年美方推行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不但给两国两军关系发展造成影响，也与美方拜登政府一直以来对外宣称的要寻找并构建中美关系护栏的说法背道而驰。采取一种平等的方式去对待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才是有利于美国。而现在这种对其他国家采取一种不对等的侵略的方式，不断的去抵近骚扰这些国家啊，我们说包括很多的大国，那么最终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对美国自身的安全
带来不利的影响。与往年相比，在南海活动的侦察机机型变化不大，主要包括美国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EP-31电子侦察机、MQ-4C 无人侦察机和美空军的 RC-135系列电子侦察机、E-8C 联合型空地监视机、E-3系列空中预警机和 U-2S 高空侦察机。值得注意的是，报告称，自2023年9月 MQ-4C 海神无人机第2次部署关岛后，建成美海军对华抵近侦察的主力。此轮部署的升级版 MQ-4C 无人机在初始配置基础上加装了信号侦察载荷、情报处理系统等多任务配置模块，可执行多样化作战任务。主要是针对美国海军分布式杀伤战术的要求，改良了数据接口。一旦它发现目标，就可以把目标信息直接传送给美军的各类打击平台。在攻击行动开始后， MQ-4C 无人机还可以在高空对导弹进行中继制导和引导打击。按照计划，美军全部4架升级版 MQ-4C 无人机均将部署至西太地区，形成一机在空、一机返航、一机待命、以及备用的接续作战模式，以不间断遂行海域态势感知和目标监视任务。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被视为该型机首个战斗训练区，冲绳加手纳作为备份基地。它在抵近骚扰之中难免会出现意外，那么无论是被相关国家的防空体系所针对，还是自身出现比如说事故，那么这种无人驾驶的飞机跟有人机出现事故之后的情况，给美国带来的政治上的麻烦，那么似乎美国方面一直也认为无人机要更好一些。在 MQ-4C 到来之前，美军已在西太平洋地区构筑多处无人机据点。MQ-4C 的姊妹机 RQ-4 全球鹰无人机已在该地区活跃多年，其以轮换部署方式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长期驻防4至5架的规模，每年5月和9月前后会转场至日本横田3则基地部署2至3个月。此外，还以参加军演、航展为幌子，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短期部署。外媒评论称，美在亚太地区强化无人机力量布势，逐步构建遥相呼应的空中无人侦察作战网络，暗合了美军所谓一体化军事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次 MQ-4C 2度部署关岛前不久，美国副防长希克斯在去年8月底举行的一场论坛上宣布，针对中国军事力量规模的不断持续增长，五角大楼已制定复制者计划，准备在未来18到24个月内大量装备无人作战系统，形成规模化效应，以美军无人系统的大规模应对中国军事力量体系的大规模。这些平台的特点是小型、智能、廉价、数量多。对于中国来讲，我觉得美国方面现在的相关的叫嚣啊，那么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的中国威胁论的一种变体，就是美国它真的去搞这种无人作战体系，尤其是大量的低成本的高消费比的这个无人作战平台，它是不是真的只针对中国，这个要打问号。很大程度上，美国还是会用这样的平台去欺负那些无人作战平台系统和技术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同时呢，我们也要认识到，就是美国方面这种抵近的骚扰，无论是用有人和无人，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在相关的博弈之中，那么以一种练兵的心态去使用我们已有的无人技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积累很多的经验。这个对于我们的国防，对于我们的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来讲，也是一个正面的促进作用。